回想起几年前 DEI 跟 SJW 大顺风，Sweet Baby 到处污染你最爱的作品。曾经的神作《最后生还者》在第2代时更由深受女性主义启蒙的大制作人 Neil Druckmann 领衔制作，直接帮我们做出了一款亚洲男活该死路边、末日背景肌肉女星星，以及最经典的我杀光你同伴，但我要原谅你本人等臭不可闻的剧情。在那个时候，几乎大多数玩家都是捏着鼻子等待 SJW 狂欢过去，还我们一个干净的游戏环境。而如今，这样的好日子终于要来了吗？大家好，我是柚子，欢迎收看《柚在狗七杀》。2025已经结束，2026已经到来，恭喜你们又老了1岁。这一年我也做了不少事情，像是帮朋友做一场音乐剧演出，但没有钱；写了小说投稿角川100万小说大赏，但没有中。跟卡罗申请成为认证作家，但没有过；接了一个小说写作案子，但老板不干了；写了一本剧本投稿文学奖，但还不知道会不会上。总之呢，明年又是不用担心缴税的一年，成为了39岁还没工作跟妈妈住在一起的自宅警备员，我就烂。所以各位如果觉得人生很艰苦，不妨多来我的频道看看，保证让大家每年都可以笑，哈哈！你看那个柚子混那么差还在拍影片，笑死！果然有人比我烂嘛。但你知道吗？2025年比我摆烂的厂商比路边的野狗还多，小到有像城市旅程、无名酒史这种还没推出就确定 BOSS， 大的有像暗龙纪元、沙藏守护者、刺客教条、暗影者2大强者。摆烂会场上可以说是群贤毕至，竞争激烈，但也是在今年，三国无双起源死而复生，33号远征队异军突起，空洞骑士辞职歌引发狂热。这跟女朋友晚餐吃什么一样摇摆不定。2025年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2025年吧。什么？你说你没有女朋友？首先，我们现在聊聊2025最大翻车事件——刺客教条：暗影者。好吧，我知道大家对 Ubisoft 做出来开放世界期待值大概也就那样。反正就是老调重弹嘛，要说什么我都可以猜到柚子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啊！游戏前1个小时很好玩啊，后面就开始重复机械作业感，然后路边一堆小垃圾等你去捡，再开个商城卖你一堆贵的要死的 skin 啊，不就这样吗？不，这次还真的不一样。我们伟大的 Ubisoft 发现大家对这套公式感到腻了，所以他们决定来一番去无存菁，直接跳过会让你感到腻的那1小时。在游戏发售前就把玩家惹火到不想玩这游戏，可以说是 Ubisoft 今年最大的进步啦。刺客教条：暗影者从发售前就争议不断，2022年公布了 Codename Red 的新作，宣布刺客教条新作将在封建日本展开故事。当时虽然也有人因为刺客教条为经纪人而对新作感到忧虑，但整体而言，从刺客教条起源到奥德赛系列作，还是让许多玩家对故事终于来到日本抱持了正面积极的态度。直到2024年第一波预告片释出 ，Ubisoft 直接对着玩家拉了一坨大的，没错，就是迷主 Yasuke。这位由 Ubisoft 背书，号称是历史上第1位的黑人武士，有没有砍过敌人的头，我是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他肯定把 Ubisoft 跟这几年游戏圈的虚伪砍得一干二净。首先，迷主的武士身份，其实这部分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啊。当然，我是整理网络资料，所以如果有讲错，也希望大家多多在留言区帮我指正。基本上呢，在日本的学者看法里，迷主是不是武士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用什么时代的定义来定义武士。如果你在战国时期混乱的阶级制度来看，信长有没有给迷主薪水？有。有没有给迷主房子？有。那他就算是一种武士。但如果你要以更严谨的认定来看的话，迷主比较像是信长觉得这东西看起来实在太新奇，就买下来的宠物，并不是武士阶级。这就像是三国时代有各种杂号将军，那如果今天曹老板看到周氏实在太美了，一时开心就赏他一个美人将军的将军号，拿将军的俸禄住将军的宅邸，请问他是不是将军呢？这本来是个有争议而且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是当 Ubisoft 找 Thomas Lockley 上他们的 podcast， 宣称迷主是日本第1位非洲裔武士后，一切就往无可救药的方向狂飙了。因为正是这位 Thomas Lockley 呢，他是 African Samurai 这本历史小说的作者。这本小说就是以各种拼凑以及捏造的史料来幻想迷主是一名武士，
而这位仁兄竟然还大胆的把作品标注为真实故事 True Story。哇塞，现在这年头对 True Story 的认定可以这么低的吗？之后啊，更是疯狂拿着他这本小说多次篡改维基页面，把迷著从一名家臣或仆役一路疯狂加油添醋改成伟大武士。而资料来源呢，全部都是引用于他那本小说。我只能说，这位大哥真的是蛮爱地球、爱环保，自产自销，毫不浪费。更好笑的是呢，这位大哥根本没有史学训练，其身份仅仅是日本大学法学部的副教授。我知道台湾人很喜欢说什么美语老师在台湾通常都很厉害，但是这个有点差得太远了吧？被爆出修改维基争议以及史料不严谨之后呢 ，Ubisoft 马上断尾求生，说他们没有跟 Tom Flockley 合作，而一秒也没有为 Thomas 的陨落感到悲伤。紧接着赶到战场的是我们伟大的 Reedy 版版主。这个叫版版主呢，直接发公告说不准讨论迷主是不是武士，反正我说是他就是。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有点耳熟啊？我想我是在哪边听过的呢？ Skin color. I remember my grandmother saying to me, I don't care what they tell you in school, Cleopatra was black. 总而言之，刺客教条暗影者一路在文化考据上翻车到底，一下是把亚洲长尾猴放到日本，一下是在美术图里面盗用现实团体的旗帜，一下是榻榻米设计错误，一下又说要填补空白历史，甚至有剧情是说日本武士都要有个地方放敌人手机，但是我们的迷主是不一样的武士，他不会搞这种野蛮的风俗。这是假的？不是有多元开放包容性团队吗？怎么会搞这种剧情？最后搞到后，日本国会议员都公开要求政府展开调查，可以说在开卖之前呢，就把亚洲玩家得罪了一遍。当然，我们的好朋友 IGN 跟 Kotaku 也没有缺席。作为政治正确急先锋 ，IGN 派出一名韩裔作者撰写文章护航刺客教条暗影者。不过大哥啊，你们是不是不知道韩国人跟日本人在网络上出了名的世仇？你就像今天有人出了一款二战游戏对犹太人考据错误，结果你找德国人来护航。哇哦，好吧，算了，没关系啦，反正亚洲人看起来都差不多嘛，对不对？而我们亲爱的 Kotaku 呢，则是跟其他游戏媒体一起，不停告诉大家刺客教条暗影者团队是如何遭受网络霸凌，那些玩家是如何邪恶，他们是如何种族歧视，好像玩家都是一群看到游戏里面出现黑人就会暴怒的神经病一样，却直接忽略 Ubisoft 跟整个传统游戏媒体在这段期间展现出的傲慢以及本位主义。拜托，真的要说谁在搞种族歧视？一个外国人来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保护着异国风情的女孩子，成为这个异国风情世界里面的道德标杆。这不就是你们当年最讨厌的007风格白人种族主义吗？那怎么换个颜色就没事了嘞？当然，如果游戏做得好，上市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毕竟游戏嘛，好玩最重要。但在这一方面，刺客教条暗影者再一次没让大家失望。当然，我是说烂的那一部分。游戏里面充满各种浪费你时间的 QTE 小游戏，不收集垃圾就不会变强，堪称用脚写出来的剧情，以及满满的商城氪金要素。官方这次也不敢公布销售数字，只敢用模糊其词的玩家数量来打肿脸充胖子。虽然如此，从股价崩盘、管理层大洗牌、急速降价等等状态来看，我们也知道刺客教条暗影者是真的翻了。现在剩下的嘴上逞强呢，就跟玩 LOL 战绩0之10之5。却硬要跟人家说我击杀加助攻有5个人一样，好可怜哦，自欺欺人，可怜呐，可怜呐。魔物猎人荒野则是今年翻车的另一个大作，跟最高同时线上人数6万多人的暗影者不同，魔物猎人荒野曾经开出高达11万同时线上人数的好成绩，游戏的销量也在3天内突破了800万套。只不过这款游戏刚上线的时候就已经爆发非常严重的宕机问题，我个人就是当时这个宕机事故的受害者。只要一打开魔物猎人荒野，电脑就是1小时内必定挂掉，搞到后来我怕电脑都被弄坏都不敢开，直到1周之后的更新才开始追游戏进度。魔物猎人荒野倒是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争议，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在最佳化做得太差咋赚。但是对玩家而言呢，光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玩一局游戏就已经是最大的问题。这时候可能要说，柚子啊，你当初给荒野4分，是不是翻车啦？嘿嘿嘿嘿嘿。虽然我做荒野那个影片只有12次观看，里面可能蛮多次还是我自己贡献的，照理来讲应该没什么人在意啊。
但我还是要说一下哦，我当时做影片的时候，荒野的更新已经放出来了。那个时候我是可以正常玩游戏的。对我而言，荒野的游戏基底，也就是它的动作跟战斗系统，其实还是好玩的。地图也是很漂亮，设计的很丰富。我当时也说吼，其实对这款游戏接下来好不好玩，完全要取决于你对于卡普空后续更新的信心。而当时看起来后续更新是比较少的。我给它4分的原因，还是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玩的宫斗游戏。而且市面上竞品很稀少，那后续制作团队怎样把一个好的开局搞到烂，那不是我能预测的嘛？就像《活侠传》刚出的时候给它3分，因为游戏内容不完整跟有玩的部分不好玩。那现在呢？现在《活侠传》变成一个缓慢更新的文字冒险小说，玩的部分依然可以忽略不计，但它靠着优秀的剧情跟稳定更新，让自己博回好名声。这也不是当初迅速更新修补女角处女膜的时候我能够预想得到的嘛。虽然现在这样听起来都像理由博，但我想说的是，游戏评论就是这样啊，你只能在当下针对目前的游戏状况做评论。我要是能预知未来，现在早就是手上1万枚比特币的大户了，好吗？好了，扯太远了，让我们回到魔物猎人的话题。事实上，我在做完评论之后，就慢慢没有再玩魔物猎人了。原因正如我当时影片所说的，我周遭的朋友没有宕机 ，HR 大我很多，我根本跟不上他们的游戏进度。另一方面，当时魔物猎人更新后，又传出新的灾情烧坏显卡，让我更不敢打开游戏。所以关于魔物猎人的后续问题，我只能在这边道听途说一下，也欢迎老拉入留言补充。简单来说，魔物猎人荒野后续的更新内容贫乏，怪物设计有各种问题，玩家留存率偏低，甚至连世界跟崛起这几个前辈都有超车的迹象。在可见的生命周期内，魔物猎人荒野已经很难扭转颓势了。虽然接下来要推出 Switch 2 版本，让玩家有机会回到传统面连，但有多少人会回国还是未知数。留言区的大家觉得呢？你还会回归 Switch 2 版的魔物猎人荒野吗？但2025年不是只有糟糕的消息，这年也有三国无双的意外复活，以及33号远征队的崛起。如果要总结我今年一定要玩的游戏的话，第1名我会给马里奥赛车世界，但第2名我一定会给三国无双起源。作为一款长青 IP， 三国无双在三国无双8的时候遭遇重大翻车，到了一个要痛定思痛的时间点，而 Koei 并没有让玩家失望，他们推出了三国无双系列，可以说是最惊人的一部作品《三国无双起源》。光荣大胆的把玩家可操作人数大幅减少，平常只能够操作主角，战斗时则只有9名随行武将可以进行操作。他们将游戏从以往的角色吃到饱大杂烩，直接摇身一变变成了精致的精品。玩家不再需要操作明明有快要100人，玩起来却大同小异的各种角色，而是专注在把武器底层操作逻辑弄得很不一样，让玩家换把武器就有全新的体验。这点真的做得非常棒。游戏的战场也来到历代最有临场感的一次。战场上的士兵多如牛毛，发动大战略的时候场面壮观。战斗系统着重于完美防御跟完美闪避，让玩家能够打出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剧情部分虽然故事本身没有太多的亮点，不过蜀战跟魏传的演出都很不错啊。至于你说吴传哦，有做吴传。总而言之呢，三国无双靠着起源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我对于这款游戏的后续发展是相当看好的。今年1月22号，起源的 DLC 就要发售了，看起来会有新的武器跟新的势力，而且终于能够操作诸河了。非常建议大家赶快关注起来，第一时间就来体验起源的美妙之处吧。另一款意外惊喜则是33号远征队。不过我相信对许多玩家而言，东奇刚交替全开也是一款意外好玩的游戏。但是如果要说到冲击度的话，33号远征队作为 Sam4 Interactive 的第一款作品，绝对是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过的超级黑马。Sam4 Interactive 被戏称为 Ubisoft 难民，创办人呢原本是 Ubisoft 的副制作人，或许是因为对于大厂的开发模式感到厌倦，所以在2020年离开 Ubisoft 自立门户。这个团队传奇的地方在于呢，团队许多核心成员是从 Reddit 免费招募来的，比如说首席编剧 Jennifer， 最初只是投递免费配音饰演，后来才转任编剧。作曲家呢，则是在音乐论坛上被发掘，之前呢从来没有参与过游戏制作。我个人是没有玩33号远征队的，主要还是因为那时候手头上事情太多跟太多游戏了。但总结网络上的资料呢，玩家必须在反复的失败与死亡中记忆敌人的攻击节奏，透过不停的尝试格挡与闪避，才能够在极高难度的 BOSS 战中生存下来。
游戏的基底是回合制 RPG， 玩家在战斗时可以触发各种动作来完全避免伤害，让玩家在传统回合制中又多一些动作游戏的操作感。游戏的地图设计华丽，音乐动听，整体美术风格非常优秀。虽然游戏的故事有一点点褒贬不一，但也有头有尾，好好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拜托这年头光是要期待各家大厂能讲出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就已经是奢求了。33号远征队能够好好讲完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就算有点老套，那也不算太差了啦。而这款游戏呢，也成为今年 TGA 的最大黑马，一口气横扫包含年度游戏在内的9个奖项。虽然它到底是不是最佳独立游戏，我知道大家心里面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这也证明了33号远征队是一个非常优良的游戏。如果对于 RPG 有兴趣的玩家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咯。哇哦，本来只想小聊一点点的，就不小心有5000字。看来男人果然年纪越大，废话越多。那为了避免我像校长一样每次上台讲2句就讲2小时，我们赶快回顾一下2025年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吧。2025年2月，微软宣告主机战争已经结束。在你哄堂大笑之前，请稍等。他不是说微软赢了，而是宣布微软退出主机市场大战。未来他们将计划把更多游戏推上 PlayStation 跟 Switch， 这也等同于宣告自己以后不会再专注在主机上，而是会专注成为游戏发行商。微软自家招牌 Halo 重制版也宣告将于2026登陆 PS5。看来微软接下来要专心的去卖 Xbox Game Pass 跟游戏了。但这是否会影响到微软以后对于游戏开发重心的转移呢？我觉得还可以再观察一下，或许 AI 进化之后有机会让微软用更少的人力开发出更有趣的游戏，玩家们又怎么看呢？2025年6月 Switch 2主机发售，这款上一代人气主机 Switch 的后续机，虽然也被批评与上一代差别不大，首发护航游戏薄弱等等缺点，但主机销量依然非常不错。市场传言，由于记忆体飙涨 ，Switch 2有考虑涨价的可能性。所以，如果还在考虑要不要入手 Switch 2的玩家，我是真心建议早点入手。毕竟，这个掌机加机2合1的体验，还有任天堂本家独占作品，都是只有在 Switch 2上才有的。更何况任天堂下来价钱都压得很硬。如果你迟早要买，不如早买早享受啦。9月，玩家等待已久的《空洞骑士四之歌》终于上线，顺便还把 Steam 商店给搞爆了。延续上一代的高难度手感，这台《四之歌》依然是一款充满挑战与跑酷的游戏。目前游戏是12000多则评论的极度好评，虽然没有拿下年度独立游戏，但在众多玩家心中依然是很好玩的神作等级。11月，就在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 ，Steam 忽然宣告在2066年发布新主机 Steam Machine， 这是一台运行 Steam OS 以放置客厅连接电视为目标的主机。没错，有人退出主机战争了，有人又跳了进来。目前市场对它最大的担忧是主机到底能压到多少钱？尤其年末又来这一波记忆体跟硬碟的暴涨潮，大多数人不太看好 Steam Machine 能卖多便宜，但卖的不够便宜的话，它的竞争力又在哪里呢？这一切都只能等待 Steam 公布进一步的消息咯。12月，在欧美社群呼声很高的游戏《密特罗多4》发售了。这一款呢，身为《银河恶魔城》的始祖游戏，但是最新的一代听说设计爆死了。总之我已经买游戏了，那我还没有时间玩，等我有时间玩的时候呢，我会再发表我的想法。以上就是2025年我的年度游戏总整理啦。篇幅有限，如果大家觉得有什么没被提到的大事，也可以在留言区补充资料，大家交流交流。不知道对大家而言最惊喜的事件是什么呢？其实要论冲击性的话，对我而言最冲击的还是《三国无双起源》。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Koei 能够做出这么好玩的三国无双游戏。毕竟你知道的嘛，那是 Koei 呢，他常系列做一做，他开发就开始固步自封，无限循环，每一座看起来都差不多，然后搞一点点新的东西，然后呢新的东西一定会翻车。结果这次《三国无双起源》竟然会有如此崭新的表现，实在是让我意想不到。而这个教条暗影者、无名九使、暗龙纪元、沙藏守护者、城市之旅等等游戏的翻车，才让我感觉到玩家正在大声的对 SGW 干涉游戏发出不满的声音。我说真的，二次元是对多元化最包容的族群的好不好？我们都能够接受男男相恋、女女相恋、人跟动物相恋、龙跟马车相恋，还有能够怀孕的男人了。
区一点多元化算什么嘞？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是，游戏创作者把游戏当成了教育工具，但它不是啊。游戏是一个娱乐，它的重点应该是带给玩家快乐，而不是传达制作者所想要表达的理念。你可以在做得很好玩的同时表达自己的理念，那样很棒。但如果你把表达自己的理念放在制作好玩的游戏之前，而且你的游戏又做得不好玩，那市场不理你，你为什么要靠腰嘞？更糟糕的是啊，这些人把靠腰这款游戏不好玩的人，通通打成种族歧视或恐同。拜托嘞，我们这些玩二次元的什么形象没见过？真的要把我们见过的形象都列出来，我怕到时候战斗的是那些喊着性别认同有70多种的人呐。说到底啊，游戏就是一个娱乐产品，既然是娱乐产品，它自然有讨好的对象。比如说我做的是男性向游戏，是不是今天就会有更多可能是物化女性的桥段啊？对啊，因为我要让玩游戏的男性开心啊，他当然需要有很多长得漂亮又忠诚又忠贞又没谈过恋爱，然后看到男主角就爱上他的女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男性向游戏啊。就像今天反过来做女性向游戏，故事里面也是一堆男人又帅气又有钱又抢着疼女主啊，难道男性没有被物化吗？如果你是道德洁癖，觉得物化都是错的，那你不适合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会把所有东西明码标价，物化之后拿去贩售社会啊。当然你可以试着去建立大女主思维，你可以让一些独立坚强又有肌肉的女性成为审美标准，让男性玩家跟女性玩家都喜欢这种角色，这样游戏就会卖出去了。但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女性被物化了吗？没有啊，到那时候他们就会说，哎呦，因为男性喜欢这样的女性，所以是男性凝视啊，男性在创造自己梦想中的女性，这还是物化。所以针对物化与否去争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在物化一切啊。而娱乐作品本来就应该要讨好受众，否则他要卖给谁？难道这几年好莱坞跟游戏界的翻车还不够说明你的受众就是不吃这一套吗？2025年经过剑心的爆红，杀杖守护者 BOSS， 还有更之前的新名特工坠崖，我觉得市场已经很充分的说明了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要端符合你审美的角色上来教育玩家，可以啊，你先把游戏本身跟剧情做好，我们再来讨论嘛。玩家不是单纯的看谁好看就去选那款游戏，而是看你游戏本质有没有做好，不然你以为 Apex 因为他男的帅女的没红起来吗？总之2026年全新的一年，中期希望好玩的游戏越来越多，那些假游戏之名行教科书之实的游戏真的可以再少一点。你对2025有什么感想呢？2026有什么你期待的作品呢？不要忘记在底下交流交流，还有多多支持我那个3个月没有更新的卡洛小说频道，以及我这个触及率比中华队触及率还低的频道。那么我们下次见喽，拜拜。